陛下，臣妻林氏无才无德，擅妒苛待表妹，犯七出之例，恳请陛下准臣休妻。我就该休了，一个孤女。完了完了，这个死渣男竟然告到皇帝这里来了。爹爹，是老爸，真的是老爸，老爹，世上只有爸爸好。大胆，御前失仪，该当何罪？陛下恕罪，臣妻疯了，臣这就带他下去。爸的闺女向快跑！亲闺女，爸可算找着你了。这是什么事啊？皇上，爹，他要休了我！3年了，你知道女儿这3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家务活全包，天天吃馊饭，一点油水都没有，小脸蛋都饿得瘦脱相了。朕的闺女你也敢休？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自请废黜世子之位，要么满门抄斩。陛下，您搞错了吧？她叫沈婉，双亲已亡，是孤女。我姑你奶奶个蛤蟆螺旋腿儿，这是我亲闺女。睁大着狗眼看清楚，这是朕流落在外的嫡长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说休了她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朕就让你清醒清醒。李德全，奴才在。立刻拟旨，沈念乃朕失散多年的掌上明珠，即日起恢复皇室御籍，册封为镇国皇太女，赐9华袍，向天子副驾。以后谁敢对皇太女有半句不敬，杀无赦。女儿，告诉爸，这小王八犊子还干了什么事？爹替你收拾他。爹，他还把我的300万两嫁妆拿去给白柔儿填侯府的亏空了。我只拿了10万两，哪里来的300万两啊？10万两是本金。我闺女被你欺负了3年，不需要精神损失费吗？她吃不饱穿不暖，不需要营养助成剂吗？算你300万两已经是大发慈悲，给你打8折了。你竟敢还把我女儿的嫁妆给别人！来人，给我拖下去，再打30大板！陛下饶命，都是臣妾的错，与世子无关，求陛下饶了我们吧。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李德全，掌嘴20，让他知道什么叫规矩。传朕旨意，抄没镇北侯府1半家产，所有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全部送入皇太女的长乐宫。奴才遵旨。镇北侯府上下3个月内不准吃肉。哎呀，我去！累死老子了！这皇帝真不是那么好当的，这半年天天在这斗来斗去，你把我心脏病都要整出来了。爸，这么说，你半年前就传过来了？可不是，闺女你再不来我就要累嘎了啊！哎呀，这古人太古板了，难管啊！爸，你以前管公司那么厉害，不如把皇宫也按公司模式管起来。我们成立一个大楚皇家管理集团，你当董事长，我当总经理，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，怎么样？好主意啊！还是我闺女聪明。就这么办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设立大楚皇家管理集团，皇上任董事长，皇太女林婉欣任总经理，赐尚方宝剑，拥有绝对管理权。自即日起，后宫一切用度、人员调配，全凭总经理批示。抗命者按军法与商业欺诈罪论处。钦此。集团董事长，这都是啥意思啊？总经理，听着怎么这么怪呢？可拥有绝对管理权这几个字我听懂了呀。说要内部审计是吗？管理集团，内部审计。娘娘息怒，息怒，你让我怎么息怒？那个林婉欣就是冲着本宫来的，她今天调走了所有的账本，就是为了查出本宫的把柄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她活过今晚。翠儿，你听好，你马上把这个交给小顺子，他是长乐宫负责打水的小太监，是我的人，让他今晚无论如何把这药倒进长乐宫专用的那口水井里。娘娘，那是毒药啊！要是被查出来，等林婉欣死了死无对证，谁能查到我头上？快去！太女殿下，您都忙了3个时辰了，歇歇吧。奴婢给您泡了大红袍，您润润嗓子。放那儿吧，等我把这几个不干活的嬷嬷裁掉再说。
好茶，这水确实甜。殿下，您怎么了？奶奶的，奶奶我林婉星，堂堂世界500强前经管，大楚皇家集团的现任总经理，上任第1天，还没来得及发威，就要被人给毒死了。我操，毒死老娘了！殿下莫慌，陛下早有防备，长乐宫上下布满了皇家保安队。那个叫小顺子的太监刚往井里下毒，就被我们按住了。至于您喝的那杯茶，陛下说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让属下换成了太医院特制的加强版巴豆粉。巴豆，茅房，快扶本太女去茅房！靠，拉归拉，该演的戏还得演全套。不好了，皇太女昨夜突发恶疾，快不行了！不好了，皇太女昨夜突发恶疾，快不行了！什么？林婉星快死了！听说连吐了3大盆黑血，太医院都束手无策了。快点，把最好的那口楠木棺材抬出来！太女殿下怕是撑不过今天了。辰时刚过，陛下有旨，后宫所有妃嫔、各宫管事太监、长侍姑姑全部到长乐宫前院集合，召开皇家管理集团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后宫整风女运动会。完了，后宫整运动会。陛下呀，太女殿下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臣妾昨夜听闻噩耗，心痛的整晚都没合眼，一直在佛堂为太女抄写经文祈福啊。哦，是吗？爱妃真是费心了。这都是臣妾作为6宫之首应该做的。既然你这么能干，那朕就让你看个熟人。翠儿已经全招了，刘贵妃，你涉嫌指使宫人谋杀当朝皇太女兼皇家集团总经理。这要是在朕以前的公司，这就是恶性商业竞争加蓄意谋杀。来人，把这毒妇给朕拿下！陛下冤枉啊！是这贱婢诬陷臣妾，臣妾没有啊！哦，是吗？柳贵妃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买的那批药是不是保质期过了？怎么本太女喝了，除了想上厕所，啥事儿也没有呢？你没死！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。阎王爷说我不符合他们地府的招聘要求，又把我给退回来了。昨天我刚说完要查账，你晚上就给我下毒，这种低级的职场青睐手段，本总经理10年前玩剩下的都不稀得用。老爸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未遂加上几10万两贪污滥账，按大楚律法可是诛9族的大罪。闺女，直接杀了他太便宜了，不如这样。老爸，还是你厉害！即日起，剥夺柳氏贵妃封号，免去其后宫一切代管职务，念其入宫多年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现将其降级为御花园保洁主管，负责卫生打扫和茅房清理，没有本总经理的批准，不得离岗。主管扫厕所，拖下去，拿冷水泼醒，立刻上岗打卡。各位娘娘，各位公公姑姑，以前后宫那套大锅饭制度，从今天起彻底废除。为了提高大楚皇家集团的整体运营效率，防止你们闲着没事儿干，天天搞宫斗下毒，本总经理正式宣布，后宫全面实行 KPI 考核制度。KPI 是什么东西？听不懂没关系，我给你们翻译翻译。首先是各位妃嫔，你们的月例银子现在分为底薪和绩效，底薪只够你们吃清水白菜，想要吃香的喝辣的，穿绫罗绸缎，就得靠绩效。绩效怎么算？看你们的安分守己指数和副业创收指数，背地里拉帮结派嚼舌根的扣50分，苛刻工人疗养的扣100分并降级。相反，如果你们能组织宫女绣花做手工，内务部统一售卖，为集团创造营收的，按比例提成。太女殿下，那要是咱们不想干活呢？不干活可以，集团不养闲人，连续3个月 KPI 垫底的，直接送去冷宫种地，或者申请强制退群，也就是遣散出宫回家。这哪是当娘娘啊，这是签了卖身契当包身工啊！接下来是宫女太监，你们的制度改做净建工资加全勤奖，扫一个院子5文，洗一件衣服2文，全勤奖10两银子。干得多拿得多，这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啊！
个月的销冠必须是我。这院子是我先看到的，明明是我先过来的。动作快点啊，保洁主管！这片树叶没扫干净，扣2文钱。这后宫算是基本盘稳了，接下来只要优化一下供应链。总经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前朝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下来有我爹顶着。顶不住了呀！镇北侯顾老侯爷带着他的儿子顾延琛正在午门等你呢。备轿，走，跟我去午门。我倒要看看是怎么个事儿。林婉星，你到底在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？不仅指定一些莫名其妙的规则，还罚侯府不准吃肉。今天那么多人在这里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说法？顾延琛，要我给你说法是吧？那咱们来聊聊。镇北侯顾家世代受皇恩浩荡，可你们背地里干了些什么？天启3年，镇北侯府强占京郊良田3000亩，太黑心了！居然强占我们的田地！贪墨军饷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！林婉欣，你伪造账目！我要面见陛下！我要见陛下！林婉欣是朕的皇太女，她查出的账就是铁证。传朕旨意，顾家9族，男的发配岭南农场强制劳动改造，女的冲入教坊司，即刻执行。陛下饶命！你们不能碰我！陛下，太女殿下，臣女已经怀了世子哥哥的骨肉，这是镇北侯府的嫡长孙，你们不能动我！太好了，柔儿你有喜了，天不绝我顾家呀！林婉欣，你听见没有？柔儿怀了孕，大楚律法规定孕妇免受流放，你敢动她就是残害无辜。跟我玩假孕逃避法律制裁，老娘看过的宫斗剧比你吃过的白米饭都多。老爹，出手！闺女，看好了，爹给这2个人搞点真正的降维打击。怀孕了是吧？免刑是吧？行，朕今天就给你们顾家这个面子。朕不仅不杀他，朕还要给他全天下最好的安泰待遇。多谢陛下隆恩，多谢陛下开恩。但是，既然是镇北侯府的嫡长孙，事关重大，绝不能有半点闪失。李德全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立刻把太医院所有太医，不管当差的、休假的、拉肚子的，全给朕叫这儿来。即刻成立大楚皇家妇幼保健院专案组，当场给白柔儿做个全面的产前体检。朕要10个最顶级的太医轮流把脉，给他来个360度无死角的人工 B 超。人工 B 超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管他什么，请太医来，我可听懂了。不用了，陛下。臣女月份还小，脉象可能不显，就不劳烦诸位太医了。那怎么行？这可是顾家的独苗啊！在我们皇家管理集团，每个员工入职前都得强制体检，更何况你这还是个保命的免死金牌，必须严查。不仅要查有没有孕，还得查胎位正不正。柔儿，陛下这是看中我们顾家，有太医院给你安胎，这是天大的福气啊！服你大爷！微臣叩见陛下，叩见太女殿下。别整这些虚礼了，皇家体检中心现在开始营业。宣判，你带头给这位白姑娘把把脉，看看她是怀了哪吒还是怀了孙悟空。放开我！表哥救我！他们会弄伤孩子的！闭嘴！再好，我先赏你20个大嘴巴子。下一个。太医，我表妹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动了胎气？启禀陛下，启禀太女殿下，经过臣等10人联合会诊，白姑娘的脉象弦滑无力，并非滑脉，她根本就没有怀孕。你胡说！柔儿这几天明明一直在恶心干呕，亏水也推迟了，怎么可能没怀孕？是不是你们医术不精？放肆！
人家是3甲医院的主任，你敢质疑他们的专业性？顾世子，白姑娘之所以会恶心干呕、癸水推迟，根本不是因为有孕，而是因为她长期服用一种绝嗣汤。这种药虽然能避孕，但极其伤身，会导致胃部痉挛反胃。恕老臣直言，白姑娘服用此药至少也有3年之久。别说现在没怀孕，她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身孕了。3年，我们在一起偷偷苟欢刚好3年，你竟然一直在吃避孕药！生你的孩子不言琛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是个什么德行？你就是个只会花天酒地的废物，侯府早就是个空壳子了。我凭什么要为了你毁了我的身材和清白？我白柔儿的目标一直都是后宫里的皇子，是未来的太子。你不过是我用来在侯府站稳脚跟的一块垫脚石罢了。好家伙，骑驴找马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，我还真是大开眼界啊！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！我为了你休了正气，为了你落得家破人亡，你竟然敢耍我！狗咬狗，一嘴毛。够了！用假怀孕来逃避刑罚，这在朕的集团里就叫伪造核心资产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折腾，那岭南的农场对你们来说太安逸了。李德全，改旨，顾家9族全部发配漠河，每天在冰天雪地里给朕种土豆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漠河那可是连撒尿都要带根棍子敲冰的极寒之地，去那里种土豆。李婉清，你不得好死！哼，搞定收工。手撕渣男也是个体力活，我现在饿得能吃下一头牛。春桃呢？给我传膳！本总经理今天要吃佛跳墙、烤鹿肉，还有那什么水晶虾饺，饿死我了！太女殿下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天塌下来有董事长顶着，哭什么？不是天塌了，是没饭吃了呀！御膳房罢工了，里面的人全跑光了，连一口热粥都没留下。罢工？怎么回事？嫌 KPI 定高了？不是的。是内务府说，今天早上原本给皇宫供应肉类、蔬菜、米面的所有民间商户突然集体断供了，送菜的车一辆都没进宫。御膳房那帮厨子说巧妇难为无米之饭，怕被主子们怪罪，全跑去太后那边的慈宁宫躲着了。断供，供应链被切断了。我知道了，春桃，这整个京城的物资供应、商户采买，是不是丞相一手操作？是的，丞相还是柳贵妃她爹呢。那就是了，他们这是在给我下马威啊！想用切断供应链的方式，逼迫整个皇室低头，跟我玩断供，跟我搞垄断联盟。我最喜欢打的仗就是供应链商战。走，去御膳房，本总经理倒要看看，离了张屠夫，我大楚皇家集团还得吃带毛猪不成？好家伙，这哪里是全天下最高规格的厨房，这简直就是被洗劫过的灾难现场。人呢？掌勺的大厨呢？采买的太监了？回太女殿下的话，全跑了。内务府那边传了话，说京城4大商行联合断了宫里的供货，没米下锅。总管太监怕皇上怪罪下来要掉脑袋，带着大厨们全躲去慈宁宫太后那边求庇护了。殿下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再过半个时辰就是午膳时间了，不仅后宫的娘娘们要用膳，前朝那些刚上完早朝的大臣们也得吃工作餐啊！要是没饭吃，丞相一党肯定又要借题发挥，煽动百官闹事了。慌什么？春桃，你马上带人把这份公告抄写100份，贴满京城所有的菜市场和城门布告栏，告诉京城所有卖菜的、杀猪的、种地的个体户散商，咱们皇家集团不经过内务府和4大商行了，直接向全世界公开招标，只要菜品新鲜、价格公道，一旦中标，不仅当场结清现款，我还直接颁发皇家御用供应商的金字朝牌，免他家3年农上税。殿下，这能行吗？那些小商贩敢得罪丞相的4大商行吗？哼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皇家御用这4个字的品牌溢价，加上免税的诱惑，足够让任何一个商人疯狂。丞相的垄断联盟，在绝对的利益面前，就是个纸老虎。公告是发出去了，但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只要投标加上送货，最快也得明天早上才能恢复供应。今天这顿午饭怎么解决？有了，保安队长，末将在。交给你个绝密任务，你现在把你手下轻松最好的500个兄弟全叫上，换上便装，
带上银票，3强助攻。殿下，这是要去暗杀丞相吗？暗杀个屁！杀人犯法，知不知道？去给我买饭。京城里哪家酒楼的烧鸡好吃？哪家路边摊的包子皮薄馅大？哪条巷子里的烤羊肉串最地道？全给我包圆了买回来。啊，让末将们去买路边摊？不仅要买，还要快，保温。3，送回来之后用统一的食盒装好，不要写明里面是什么菜，就写上今日盲盒4个字。一个跨时代的伟大商业模式在古代诞生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仅是禁军，还是我们皇家集团的第一批大内轻工外卖骑手。送一单，我给你们提成2文钱。哇！四海，这是何物？竟然如此鲜香麻辣，比御膳房那些清汤寡水的菜够味多了。我这盒是城西张寡妇家的祖传肉夹馍，老夫馋这口好几年了。太女殿下是怎么知道的？哎呀妈呀，这小烧好绝了！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！闺女，你这招外卖盲盒干得漂亮！刚才李德全来报说，丞相在府里听说咱们不仅没挨饿，百官还吃得直呼过瘾。他掀桌子还在后头呢。爸，我刚才发了公开招标的通告，不出我所料，京城那些被4大商行压榨惨了的个体户，现在正排着队在玄武门外报名呢。皇家招牌一挂，丞相的垄断联盟不攻自破，他的资金链绝对要断。闺女，等这波改革稳固了，咱们父女俩就算在这大楚朝彻底站稳脚跟了，到时候……爸，有毒！皇上！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封锁御书房，一只苍也不准放出去。是。太女殿下，这玉玺上翠的乃是西域奇毒寒霜吻的改良版，此毒无色无味，剑妃陛下内力深厚，恐怕当场就……别废话，我只问你能不能解？臣等无能，此毒极其霸道，臣等只能用金针封穴，暂缓毒气攻心，但最多只能撑12个时辰。若12个时辰内拿不到独门解药，大罗神仙也难救啊！12个时辰，24小时。李德全，老奴在。立刻封锁御书房，对外就陛下突发风寒，需要静养，任何人不得探视，让太医院所有人留在这里熬药。没有我的手令，一只苍蝇也不准飞出去。殿下，是景阳钟，这是朝廷发生惊天大变，或者皇帝驾崩时召集百官紧急上朝的丧钟啊！这钟明明只有陛下才能下令敲诈，这是谁干的？还能是谁？下毒的人来收网了。丞相赵松，这老狐狸的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快，前脚下毒，后脚敲钟，这是要直接逼宫夺权，连反应的时间都不给我留。春桃，更衣。诸位同僚，老夫刚刚得到内廷的密报，陛下突发急症，已经不省人事了。国不可一日无君。老夫提议，为了大胜江山的千秋万代，由老夫牵头，联合内阁6部，在陛下苏醒或新君继位之前，全面接管朝政大权。怎么，董事长还没咽气，你们这帮小股东就急着召开临时董事会，准备强行兼并重组了？皇太女殿下不在长乐宫绣花，跑到这太和殿来做什么？后宫不得干政，这是祖宗的规矩。现在陛下病危，微臣劝太女殿下还是乖乖交出监国大权，退回后宫，免得伤了体面。体面？赵丞相，你派人买通内务府，在传国玉玺上下毒，企图谋杀当朝天子，你跟我讲体面？
谋杀皇帝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！一派胡言！林婉星，你空口白牙诬陷朝廷命官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看分明是你这个妖女气坏了陛下，现在还想把脏水泼到老夫头上。诸位大人，此女已经疯癫，若让她把持朝政，大圣必亡。来人啊，还不将这妖女拿下，幽禁长乐宫！我看谁敢动！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董事长，这是陛下在我大楚设立之初就亲笔签下的全权委托书，也就是你们说的遗诏兼传位诏书。朕有不测，大楚皇家集团及天下大盘由总经理林婉星全权接管，若有抗命不遵、企图乱政者，皇太女可持尚方宝剑，先斩后奏。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！你伪造圣旨，你这是谋逆篡位！随便你怎么说，在我的地盘，我说是真的，那就是真的。现在我以大圣皇家集团代理 CEO 的身份，宣布一条最新的人事指令：太和殿大门上锁。你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今天全员强制加班。赵丞相，我不管你承不承认下毒，12个时辰内交出解药，交不出解药，在座的各位谁也别想下班。今天要是陛下驾崩了，太和殿里的所有人，上到当朝1品，下到7品言官，全得跟着殉葬，连个苍蝇都别想从这太和殿飞出去。疯了！你简直是个疯女人！禁军何在？大内禁军何在？皇太女谋逆，立刻破门救驾！禁军统领何在？听我号令，拿下乱臣贼子赵松，卸了他的胳膊，逼出解药。统领还愣着干什么？动手！林婉星啊，林婉星，你以为吃了一顿路边摊，发了几两碎银子，就能收买大内禁军，就能接管大楚的盘子？你难道不知道整个大楚朝的安保业务，也就是这5000大内禁军，早在10年前就已经被老夫给全资外包了吗？你的人其实都是我的人。林婉星，这大楚的天下今天就要换姓了。林婉星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？是不是觉得很不甘心？你和你那个皇帝爹以为搞几个什么集团 KPI 的新鲜词，就能把大楚朝的江山玩弄于股掌之中？天真，太天真了！商贾之术终究是奇迹云霄，在这朝堂之上，权力的游戏从来不是靠算盘打出来的，而是靠人脉、靠军队、靠刀疤子。这5000大内禁军，我整整为了他们10年。你以为你请他们吃顿路边摊，许诺几两碎银子就能让他们倒戈？简直是痴人说梦！认命吧，林婉星！今天这盘大棋，老夫才是那个唯一的执子之手，你不过是老夫用来清盘的一颗弃子罢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赵丞相，你可真是个人才！死到临头，你这妖女笑什么？我笑你，我笑你做背调做得太不仔细，我笑你连最基本的反向做空常识都没有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统领，还不给老夫把他拿下，押入死牢！统领，老夫叫你把他拿下，你耳朵聋了吗？这是嗑瓜子的声音。老赵啊，你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反派死于话多。我在后面蹲的腿都麻了，你那套胜利者昭告还没背完呢。
陛下，你没死，你不是中了剧毒？剧毒？就内务府买办那帮贪污犯采购的劣质毒药，也就骗骗你们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。老子当年当特种兵的时候，在热带雨林里什么毒虫没见过，那破玉玺上的药味儿，我隔着3米远就闻出来了。那你吐的黑血？哦，那是太医院特制的仿真血包，为了演得逼真点儿，董事长可是含在嘴里整整憋了半个时辰呢，敬业精神满分。启禀董事长，皇家安保部卧底经理代号007圆满完成诱敌深入任务，请董事长指示。干得漂亮，小陈，这个月给你评 S 级绩效，年终奖翻倍。谢董事长栽培。你以为你全资外包了皇宫的安保？赵丞相，早在多年前先皇还在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看穿了你的野心。现在我爹故意让你收买统领，就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，把你这颗毒瘤养肥了再杀。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，你们父女俩简直卑鄙无耻！商场如战场，兵不厌诈，这叫员工忠诚度极限压力测试。要是不装死，怎么能把你们这帮藏在公司暗处的蛀虫，还有企图颠覆大盘的乱臣贼子，一次性全调出来？吏部尚书何在？臣在。马上给朕掏出小本本记下来。刚才在大殿上，凡是附和赵松，全部给朕记下名字。即日起，这些人全部就地免职，抄家流放。陛下饶命啊！臣等是一时糊涂，是被赵松这老贼蒙蔽了呀！太女殿下开恩啊！臣再也不敢了。早干嘛去了？既然签了对赌协议，愿赌就要服输。禁军何在？把这些被优化的不良资产统统给我拖出去！走！好一个压力测试，好一个诱敌深入。老夫承认，在朝堂上的算计，你们赢了，你们剥夺了老夫的党羽，策反了禁军，掌控了这太和殿。可是，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彻底做空老夫吗？你们未免太小看我赵家100年的底蕴了。怎么，赵总还有底牌没亮？虎符不错，正是统领京郊10万大军的北营虎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林振廷，你掌控了这5000禁军又如何？京城的城防根本挡不住我城外的10万铁骑，老夫早就留了后手。只要老夫今天未时没有走出这太和殿，城外的10万大军就会看到老夫发出的信号烟火，届时大军攻城，你们这什么狗屁皇家集团全都会被碾成粉。林婉清，你不是懂算账吗？5000对10万，你算算这笔账你们怎么赢？爸，这老头不讲武德，商战打不赢，准备掀桌子玩强拆了。10万大军，哎，怕不怕？10万大军，那得吃多少粮食，发多少工资啊？赵老头，时代变了，今天我们父女俩就免费给你上一课，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现代经济学玩废古代兵变。现代经济学那是个什么鬼东西？赵老头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手里捏着个生锈的黑铁锤子，城外的10万大军就会不吃不喝，饿着肚子为你拼命？打仗打的是什么？是情怀，是忠诚。别逗了，打仗打的是现金流啊！我的前丞相大人，10万大军人吃马秒，一天的粮草消耗就是个天文数字，再加上兵器损耗、阵亡抚恤、赵钱动员的赏钱，这就是一个超级烧钱的重资产项目。你以为你煽动他们造反，靠的是你这张满是褶子的老脸吗？老夫掌控京城4大商行，粮草堆积如山，大军的军饷更是早就备足。只要老夫一声令下，他们立刻就能踏平皇宫。你说的4大商行是指城东的王记米铺、城南的李家面厂、城西的张记肉铺和城北的陈家布庄吗？睁大你的老花眼看清楚！就在昨天晚上，你派人往长乐宫水井里下毒的时候，本总经理也没闲着。
我代表大楚皇家集团跟户部尚书连夜召开了一场紧急财务会议。我用大楚国库未来的税收作为抵押，面向京城所有富商和权贵发行了首期大楚皇家国债，年化收益率8%，保本保息。短短3个时辰，我就从民间疯狂吸收了整整500万两白银的现金流。拿到了这笔庞大的风投资金后，我反手就对你引以为傲的4大商行进行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恶意收购。我砸出2倍甚至3倍的溢价，直接买断了京城方圆500里内所有的粮草、生猪、布匹。现在你城外那10万大军的后勤供应商，已经全部变成了大楚皇家集团的全资子公司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军队已经被我单方面切断了供应链，他们今天早上起床连1粒米都下不了锅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10万大军就算饿着肚子也是虎狼之师，只要老夫点燃信号，他们为了军饷也一样会杀进来抢粮。军饷？你还敢提军饷？你这老狗贪得无厌！过去半年里，你克扣了北营大军整整30%的军饷，全加进了你自己的私库。那帮人早就对你怨声载道了。你以为朕这几个月天天在御书房里看奏折是吃素的？朕早就把你的底裤都查了个底朝天。就在1个时辰前，京城外，北营10万大军驻地。我操！3个月的工资当遣散费，还不发欠薪，还发老婆本啊不，发良田，造个屁的反啊！老子当兵本来就是为了赚钱娶媳妇儿，兄弟们冲啊！去晚了遣散费就被领光了！去他娘的赵丞相，老子不干了！妖言惑众，这都是你编出来的谎话！老夫的10万大军铁律森严，怎么可能被几张破纸就收买了？丞相，大事不好了！城外北营大军哗变了！哗变？是不是他们已经开始攻城了？快说！不是攻城，他们全把铠甲兵器给卖了废铁，拿着发下来的遣散费，全不敢回老家了。咱们的10万大军全没了，败了，彻彻底底的败了。结束了，赵总。这玩意儿现在还没一块废铁值钱，你的强行换届计划宣告破产。李德全，丞相赵松意图谋逆，毒害君王，罪无可恕，即刻剥夺一切官职爵位，满门抄斩，诛9族，将其家产全部查抄充入国库，即刻执行。诺。林真廷、林婉行，你们以为杀了老夫，这天下大盘就是你们的了吗？你们搞改革，触动的是全天下权贵的蛋糕。老夫倒台了，但江南的盐商财阀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江南的盐引天下的命脉，他们掌控的财富足以买下10个大楚朝，你们就等着为他们吸干最后一滴血，死无葬身之地吧！我的妈呀，这总经理真不是人当的，刚上任就处理这么大的公关危机，脑细胞都死了几百万个。爸，这江南盐商又是怎么回事？咱们的大盘还没稳吗？赵松这老东西临死前没说谎，江南那帮盐商才是大盛朝真正的资本巨鳄，他们垄断了全国的盐供应，仗着天高皇帝远，不仅连年偷税漏税，还私自铸造铜钱，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。赵松以前也不过是他们推到台前的一个代理人罢了。不过好日子过腻了，打打大逼 boss 也不错。闺女，收拾收拾行李，咱们父女俩的皇家集团是时候开启下一步的全国扩张战略了。我们要下江南搞并购。错，并购太温柔了，咱们这次去是要把整个江南的盐业市场全资共举，彻底洗牌。抄了丞相赵松的家之后，大盛皇家集团的国库瞬间被融进来的巨额现流给撑爆了，这上面的零多得我眼睛都发酸了。总经理，前朝的问题是解决了，但咱们大盛集团的核心命脉产业盐业，现在正面临着严重的资产流失和恶意偷税呀。江南这帮手里握着盐引的盐商财阀，不仅瞒报产量，疯狂透税漏税，还私自铸造劣质铜钱，控制了整个南方的金融市场。这已经不是薅羊毛了，这是直接在割大楚皇家集团的重脉血啊！爸，
闺女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又有哪个部门的 KPI 没达标？爸，赵松倒了，但他背后的终极金主江南盐商财团开始对咱们进行经济封锁了。他们仗着掌控了全国80%的吸烟供应，宣布由于气候原因导致产量暴跌，下个月要将全国的盐价提高3倍。提高3倍，跟老子玩价格垄断和囤积居奇。哼，老子当年在华尔街玩恶意收购的时候，这帮古代土鳖还在玩泥嘛呢。闺女，传令下去，把集团的日常业务交给内阁那帮职业经理人盯着。咱们父女俩出差下江南，去干嘛？调兵评判吗？评个屁判！打打杀杀那是低级手段，咱们这次去搞实地考察加反向并购，老子要把这帮盐商的股权全部收回来。大楚皇家集团准备筹备盐业板块单独上市。说走就走，3天后，我和老爹换上了便服，带上伪装成保镖的禁军统领，浩浩荡荡的来到了江南的核心大都市。我和老爹被这帮盐商奢华程度震惊了3观。我靠，老爸，这里的马车居然都是纯银的！闺女，我听说掌控这一切的盐商总尊会会长钱万里，是这扬州城里土皇帝一般的人物。我俩得想个法子会会他。我俩是北方来的粮商，想要掌柜的您帮忙牵线搭桥。让我们见见这会长钱老板，麻烦您了。好说好说，包在小的身上。哼哼，听说你们2个北方的贩子想从老夫手里拿一批盐引回北方贩卖。钱老板，生意做大了，总想往南方发展发展。听闻钱老板手里捏着大楚朝80%的盐引，兄弟我特来拜个码头。二位，如果是半个月前，这买卖还好谈，但现在嘛，难了。哦，为何？京城变天了，那个泥腿子皇帝搞了个什么皇家管理集团，把赵丞相都给抄了家。不仅如此，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皇太女，竟然还想查我们江南的盐税。那钱总的意思是，朝廷这次拿你们没办法了？废话，朝廷想跟我玩还嫩了点儿。老夫已经联络了江南大小200家盐商，结成了价格同盟。朝廷要是识相，就乖乖把查税的公文撤回去，否则下个月全天下的盐就得涨到30两银子1斤。陛下，太女殿下，末将今晚就带人摸进钱府，把这老小子的脑袋拧下来。小陈啊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动脑子，动脑子！杀了钱万里，还会有孙万里、李万里。我们要的是消灭这个落后的阶级，垄断他们的核心技术。技术？闺女，你今天在酒楼吃那菜，发现没有？发现了，那盐不仅苦，还带着沙子，颜色发青。哼，在现代，这玩意儿连煨伤口都不够格，工业废料级别。这就是突破口，老爹，咱们不跟他们玩权力施压，咱们玩技术垄断加价格战。当天晚上，我和老爹在扬州城外紧急收购了一家快要破产的小盐厂。我们连夜画出设计图，让禁军去铁匠铺打造了一批奇形怪状的蒸馏、过滤、结晶设备，利用现代化学的技术，配合古代的晒盐流程，仅仅用了3天，大楚朝历史上第一批精制盐诞生了。神迹，神迹啊！这盐入口即化，竟然没有一丝苦涩之味。这要是拿到市面上卖，那些盐商的青盐简直就是地上的烂泥啊！这就叫产品力、竞争力。小陈，传总经理令，依托皇家管理集团的雄厚资本，立刻在江南成立大楚皇家盐业股份有限公司，把我们手里的几百万两现银全部砸下去，招募工人，给老娘日夜不停的生产这种精致盐。生产出来之后，价格定多少？比钱碗里他们的粗盐便宜5成。啊，便宜5成？那我们还有利润吗？我们要个屁的利润！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清盘，这就叫资本出海，恶性价格战，用贴本补贴的方式，把江南盐商的生存空间彻底压死。等他们的现金流断了，就是我们进行股权并购的时候。5
钱，真的是5文钱一斤。下一位，5文钱一斤，不限量。原本那种黑青盐要卖10几文钱一斤，现在这种比糖还要细的御用精致盐，竟然只要5文钱。抢啊！不买不是大楚人啊！我买50斤，回去腌大白菜。直营店的门槛当天就被挤烂了，短短3天，皇家雪盐的名号彻底响彻江南，上到达官贵贵，下到贩夫走路，只要吃过皇家雪盐的人，再去看盐商财阀手里的粗盐，眼里全都是嫌弃。千万里的价格同盟，在一夜之间彻底汤块。报，会长，不好了！开福商行、瑞丰商行、江南大小150家盐商，今天早上全把家产和盐田低价打包卖给大楚皇家盐业公司了。咱们的联盟彻底散了。会长，皇家盐业公司的总经理送来了一封邀请函。林婉星、林振廷，你们把老夫逼入邪境，那就别怪老夫鱼死网破了。游船谈判是吧？好，老夫今晚就去赴约。钱总，坐。根据我们资产评估团队的核算，你手里的盐田和盐脂现在已经贬值了90%。皇家集团愿意出资10万两白银，收购你手里51%的股权。从此以后，大楚盐业由皇家绝对控股，你当个拿分红的副总经理，签了吧？拿分红的副总经理？林婉星，你们父女俩用这妖魔鬼怪的价格战，毁了老夫一辈子的心血，现在还想让老夫给你们当狗？我签了，股权是你们的了。可那又如何？这合同，你们有命拿回京城去吗？林振廷、林婉星，老夫早就知道你们微服私访带的人不多，这整条船都是老夫花重金从江湖第一杀手组织天门雇来的绝景高手，这湖心深处就是你们这对自作聪明的妇女的葬身之地。放箭，把他们给我射成刺猬，丢进湖里喂鱼。闺女，合同拿到手了吧？拿到了，爸，字迹很清晰，具有法律效力。行，合同到手，大盘稳了。剩下的这些商业垃圾，老子今天就亲自动手，给他们做一次物理意义上的资产清算。闺女，低头，看老子给你表演个物理防外包勒索！钱总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你所谓的外包大内高手，连实习期的标准都达不到。开玩笑，作为总经理，董事长在前面冲锋陷阵，我怎么能坐以待毙？看本总经理的铁血财务清算！保护董事长，保护总经理，把这帮恶意破坏资产的非法之徒全扬了！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降维打击。你不是皇帝，你是个魔鬼！啊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老子不是魔鬼，老子是你惹不起的甲方爸爸。钱总，你的核心安保资产现在已经全部归零，你的破产清算现在正式启动。钱万里，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把你名下所有的隐蔽盐田，还有南方大小200家商号的账目全部向朝廷公开，进行资产剥离和全资并购。签了这份补充协议，我留你一条狗命；不签，我现在就将你喂湖里的王八。
我劝求你们别杀我，别杀我！下江南的战果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席卷了整个帝国大盘。国库的收入短短1个月迎来了爆炸式的指数级增长。不仅如此，借着下江南整顿延误的雷霆势头，父亲顺势对朝堂完成了一次彻底洗牌。那些盘踞朝堂多年的老油条，全都被父亲用一场场员工压力测试一次性彻底优化清退。取而代之的是我和父亲亲自面试，层层把关选拔出的朝堂新生力。现在的朝堂画风简直新颖的让人头皮发麻，6部尚书不再写那些知乎则也的废话奏折了，一个个拿着炭笔和表格在朝堂上公开做 PPT 汇报。地方官员每季都要回京参加树禅之报育会，达标的拿高额绩效奖金，连续2次垫笔的直接降级发配去开荒拓土。连后宫的娘娘们也彻底告别了以前那种低级宫斗模式。在严苛的 KPI 考核和创收分红制度的激励下，李妃娘娘成大楚朝最大的丝绸纺织厂总厂长，年产值10几万两白银，天天在琢磨怎么提高供应链效率。见了我都得恭恭敬敬喊一声林总经理好。整个大楚江山在现代世界500强 CEO 管理思维的爆改下，经济腾飞，国力空前强盛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。大楚皇家集团即将迎来它在封建历史上的终极 IPO。闺女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咱们父女俩用算盘、资本和企业制度一拳一脚打下来的商业帝国。是啊，爸，咱们做到了。从一个被当众羞辱、差点破产清算的侯府弃妇，到今天掌控天下大盘的掌舵人，这波逆袭，我觉得能拿全行业年度最佳 CEO 大奖。大楚江山，国泰民安。朕自执掌大盛皇家集团以来，战战兢兢，改制朝堂，并吞财阀。如今大盘已稳，市值翻倍，朕年岁已高，也是时候退居2线，享受生活了。传朕旨意，自即日起，朕正式卸任大盛皇家集团董事长一职，退位为藏太后兼名誉董事局师，由皇太女林婉欣正式接任董事长兼大楚帝国第2任 CEO， 全权执掌天下大盘。钦此。董事长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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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你个老爸，你分明是故意甩下重担给我。哎呀，这没有周报，没有 KPI， 不用开早会的生活才是人过的日子。财务自由，提前退休，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。多亏了我闺女在前面给我顶着，爽。陛下，这是江南西道发来的3季度财报，请您拉齐同步一下。陛下，西北边疆的兵马总管要求和您对一下明年的战略复盘和赋能指标。陛下，李妃娘娘问您，下个月的纺织厂员工福利要不要推行全勤奖制度？林振廷，你个老坑货，你存资套现跑路，全把压力给到我。你让我一个20多岁的妙龄少女，天天在这里99期福报当冤大头打工人，你还我带薪假！